今天呢，我们来讲三木和尚预言。自疫情爆发以来呢，全球陷入了一片混乱和很多不确定性当中。那么在2024年下半年呢，许多人对于未来都充满了忧虑和恐惧。然而在日本出现了一位传奇的出家和尚呢，他以超凡的神通之力震惊了世人。这位和尚不仅能够感应到死亡，甚至还能够嗅到死亡的气息。同时呢，他还预言了未来10年将是一个充满灾难和挑战的时期。那这位和尚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他年轻的时候求学的过程中曾经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连环的杀手，并幸运地躲过了3次刺杀而逃过一劫。成年之后呢，他不仅成为了一座寺庙的住持呢，还因为护法神呢在他的梦中指引了他而购买了彩票，并一举赢得了亿万现金大奖。那这些超凡的经历呢，促使他成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而他的预言和经历呢，就展现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对抗命运的勇气和智慧。那这位和尚的故事呢，就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无限的遐想和探索的欲望。同时呢，他还启示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呢，一定要时刻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即使面对诸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呢，我们仍然应该带着希望前行，并且要相信生活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他曾经在2010年呢预言到了2020年那场瘟疫的发生，还有日本首相安倍的遇刺，以及俄乌冲突的爆发。关键是在他的很多预言当中呢，从2020年到2023年这10年间他还说还会发生更多的灾难和很多大事件的发生。那究竟2024年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呢？一名叫做三木大云的和尚呢，出生于日本的一个佛教家庭。这个从小具备奇特神通能力的人呢，他的感知力超过了很多正常人的想象。他能在其他人生病之前呢，就嗅到一些疾病或者是死亡的气息。当味道越来越浓重的时候呢，这个发病可能就会越来越近。当味道越接近那种成熟的橘子散发出的味道的时候呢，基本上他说就是3天之内呢就会有症状出现的。三木就说这一次的新冠呢，他就闻到了一股铁锈的味道。那这种能力就让他在很多人群中显得很独一无二嘛，成为了一个神秘而又令人敬畏的存在。他说这种能力的发现呢，并非是偶然，而是源于他小的时候经历了一场灵异事件。他说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的午后呢，他在午睡的时间呢，突然遭遇到了被压床的那种现象。那在他当时极度的恐惧当中的时候，他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我要腿。即使感觉到一双冰冷的大手握住了他的双腿呢，虽然最终他挣脱并醒来，但这次经历无疑给他的心灵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他的心中呢，就埋下了一些不寻常的能力的种子。与此同时呢，在同一个夜晚，当他上厕所的时候呢，他说他又看到了一只2米长的一个大猫在他的眼前瞬间消失成影，并感知到了一些气味留存了下来。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他呢即将获得某种超自然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种神奇的能力逐渐的就在他的身上显现了出来。当今呢，很多科学家们都发现许多的癌症呢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并且利用那种嗅探犬呢来进行疾病的预防和研究。而这位拥有神通能力的人呢，更是直接通过嗅觉，他就能够察觉到这一些难以琢磨的气息，并根据其强弱呢来判断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他的预言呢，之所以广为人知并受到众人的信赖和信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预言的准确性极高，而是因为他被视作日本神明的人间代言人。很多人都觉得他拥有洞察力，人们就相信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一件事呢，不仅仅是预测，更是一种指引或者是启示嘛。那三木呢，在日本游历期间他就认识了一位印度人，他跟着这位印度人还去到了印度修行过。那在印度呢，他说他经历了一系列神奇的事件，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亲眼看到了6道轮回的存在。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三木就说他虽然是修佛的，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嘛，还是比较相信科学的。所以在去印度之前呢，他是不怎么相信6道轮回这些事情的。在印度修行期间呢，他说有一天一个牧场主就来找他，希望这个三木去看一看牧场中的一头牛。因为这个牧场主觉得他养的这头牛前世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因为印度人信奉轮回嘛，所以这个牧场主在学习日语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头牛呢，对他练习日语的发音呢是有非常大反应的。每当他一说日语呢，这个牛立刻就会凑过来。他说听说附近的寺庙来了一位日本的和尚来修行，所以就想请这个日本的和尚呢过来看一下，看看这个牛到底是不是他的前世是日本人的。于是三木呢觉得很好奇就跟着这个牧场主呢就去了他的牧场。
那到了那里呢，他就问那头牛啊，牧场主就跟他说，那你就随便说点日语嘛，这头牛就会过来。于是三木就冲着这头牛啊喊了早上好啊等等一系列的，突然这个牛瞬间就跑了过来了，然后就不停地朝着这个三木啊就点头。三木当时就觉得很吃惊啊，于是就继续问他说，你的前世是日本人吗？然后这头牛呢就拼命的点头，并且还流泪了，因为三木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奇的事情呢，他就想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然后他就回寺庙去拿摄像机。当他半天之后回到农场呢，这头牛呢居然突然猝死了，而且死因还不明，就非常奇怪。那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三木就有些相信六道轮回了。那从印度回来之后呢，三木就在京都找了一个废弃的无人继承的寺庙，它的名字呢就叫京都光照山莲九寺。而他无意中走进寺庙的殿堂呢，他说他从未料到这个看似寻常的举动会在他的人生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因为在这座古老的寺庙中，他不仅仅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和力量，甚至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也通过一次梦境获得了非凡的奖励，也就是那次彩票大奖。事实上，那个被神眷顾的夜晚呢，确实改变了他的一生。一次神奇的梦境呢，让他与日本的七福神，也就是他们那边掌管人间财运、智慧和福祉的神明发生了奇妙的联系。据说在日本神话的信仰中呢，七福神负责为信徒们带来好运、财富和成功，而其中一名为大黑天神的存在呢，则是掌管着财运组成的。那在那个夜晚所发生的梦境里呢，大黑天神似乎向他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大黑天神就说，我要出去了。那这句话所蕴含的意义究竟是告别还是指引预言呢？当时的这个三木大云呢并不知道，在半梦半醒之间呢，还追逐着这个大黑天的这个身影走出了房间。随着梦醒时分的到来呢，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下的那个清晨的时刻，一切都显得似乎宁静而又祥和，仿佛那个场景中的梦境经历只是一个幻觉而已。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呢，这个三木大云果然真的就跟着梦境中的这个大黑天呢指引的方向，而一起踏出了寺门，并最终在他虔诚的信念之下，找到了一尊破损严重的这个大黑天神的石像。当然他看到这个石像呢，他感觉这个石像就见证了历史变迁的同时呢，也昭示他的命运的轨迹将从此改写。因为当时这尊石像是破败不堪的，而且已经被岁月侵蚀的很难以辨认出原本的样子了，甚至连他手中的法器呢都已经丢失不见了。于是三木就将这个破旧的石像拿回了寺庙去。那过了几天呢，三木就又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在梦里梦见包括大黑天神在内的一些七福神站在一艘船上飘到了寺庙的上空。那大黑天神就对他说了一句去买 bara。 那 bara 呢就是日本的一种彩票嘛，但是 bara 在日本里呢是有3种意思的，有彩票肋骨肉还有玫瑰花的意思。当他在梦中醒来之后呢，他就思索想了半天，到底这个 bara 是什么意思呢？最后他就明白应该这个 bara 是指引他去买彩票嘛。因为这一发现就让这个三木法师倍感困惑而又兴奋，是否真的是这个大黑天神特意给了他指引呢？心怀感激与期待呢，于是这个三木大元便前往彩票店购买了七福神主题的彩票，并期待着未来可能会带来好运。当时呢，这个三木马上就问这个彩票店主嘛，买完了以后他说我这个中没中奖？彩票老板就说这个1个月以后才开奖。于是三木就回去了嘛。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呢，这个三木法师就投身于寺庙的修缮工作之中，就将种种烦恼抛开了与世俗之间的事情了，也就是忘了买彩票这回事情了。然后过了半年之后，一个平静的夜晚呢，大黑天神再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就告诉他说，你种下的金树呢已经结果了，赶紧去摘你的果子吧，不然呢它就烂了。那这句话如同警钟一样，立刻将这个三木从梦境中惊醒。于是他就意识到自己或许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便是之前购买的那个彩票开奖日期可能已经过去很久了。于是他就急忙翻找那些被遗忘的彩票，尽管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但是这些梦境以及其中的含义的意义无疑给了他新的思考和启发。而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与机遇呢，都是值得珍惜和把握的嘛，即使是那些看起来匪夷所思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事情。结果就是半年前不经意的购买彩票的行为呢，竟然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翻箱倒柜找出了那10张珍贵的彩票，就急匆匆的就奔向了彩票店。当兑奖结果显示他中了1亿5千万日元巨额奖金的时候，他的心跳几乎要停止了，让他瞬间就感受到了大黑天神的神奇庇佑。当时这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呢，还迅速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许多人对他的幸运就充满了羡慕与好奇，而纷纷呢想要一探究竟。
而这位幸运儿的成功呢，不仅仅是巧合，更是命运的安排或者是神明的祝福嘛。在许多人的心中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三木大云他还说啊，就是在他回国之后呢，他还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惊奇的事件，那就是奇遇爱犬家的杀人案。这是日本的一起轰动全国的凶杀案件。这个案件中的主犯呢是崎玉县的一家宠物店的老板夫妇，他们使用宠物安乐死的药物呢，在别人的饮料里下毒啊，前后一共杀死了30多人。而这些人呢，恰巧还都是这对夫妇的老客户或者是合资的朋友。而且离奇的是啊，这些尸体到最后呢，全部都不知所踪，一度就成为了日本呢最大的一个悬案。据说三木大云呢，差点也死在了这对夫妇的手里，因为三木大云经常会路过这家宠物店嘛。宠物店的老板注意到了这位善良的年轻的僧人啊，于是就看中了他的喜好呢，给他设下了一个阴险的陷阱。老板先是用和蔼可亲的面孔接近了三木大云，获得了他的好感和信任，然后呢，就让这个三木大云呢帮忙遛狗的机会啊，来进行陷害。第一次呢，就是这个老板假装要雇这个三木大云帮忙遛狗嘛，还许诺给予可观的报酬。而喜欢小动物的这个三木大云呢，起初是有些心动的，老板就趁机拿出了咖啡呢，请他喝下。于是这个三木大云就不疑有他嘛，就这样第一次就被迫喝下了有毒的饮料。在第二次呢，这个三木大云拒绝了老板的邀请呢，解释他自己啊学习是挺繁忙的，所以无法帮忙遛狗。那老板继续用咖啡来暗害这个三木大云，再次让毫不设防的他呢也饮下了这杯咖啡。第三次呢，三木大云就与这个老板告别嘛，却再次被这个狡诈的老板呢邀请来喝了咖啡。而善良的三木大云呢，只能勉强接受。当时老板屡次的设计和陷害这个三木大云啊，让他通过饮下有毒的咖啡呢，而巧合的是，每次这个三木大云呢都能够侥幸的逃脱，最后呢，终于就避开了死亡。多年之后呢，通过三木大云的朋友啊暗访和探视这对死刑犯夫妇的时候呢，终于就揭开了他们设计三木大云的真正动机。原来歹毒老板呢，他一直在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神佛存在。他就想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呢，他决定用这个三木大云呢来进行一个残忍的实验。而每次老板都会同时准备2杯咖啡，一杯没有下毒，另一杯呢是含有能够致死的剧毒。他就每次让这个三木大云呢随机选择一杯饮料饮用，看看他是否能够凭借天意呢避开有毒的那一杯。结果这个三木大云呢每次都恰到好处的避开了。这起惊动日本的奇遇连环杀人案呢，最终以凶手被处以死刑而告终嘛。他们就解释了设计谋害三木大云的整个计划，就是想试图证明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神佛存在。而从此之后呢，三木大云就开始收集到了一些梦境的感应啊，做出了一些预言了。他预言了一系列灾难即将降临人世，这些灾难呢，在佛教教义中啊被称为三灾七难。那三木呢是通过研究发现啊，这个三灾七难呢是可以通过人们的努力后期来避免灾难发生的。灾难的重启呢是可以往后推迟的。每隔10年的时候，这个三灾七难呢就会出现，也就是说每隔10年人类就要经历一次考验。而三灾七难指的就是瘟疫、战争、暗杀、星象异常、日食月食、洪水、干旱、饥荒。那其中呢，瘟疫和战争是最多重复的嘛。三木大云就指出呢，在2010年后呢，我们并未见到这些灾难呢逐一降临人间，因此他推断呢，重启呢可能会延迟到了2020年之后的10年之中发生。那这一预测呢，不仅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深思熟虑啊，还正如佛陀所言呢，一切法由心造。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念呢，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走向。那到2020年至今呢，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比如说瘟疫啊、俄乌冲突啊，以及罗马教皇对第3次世界大战的警告等不断的涌现，让人深感不安嘛。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呢遭遇刺杀，血月现象呢与2020年的6月出现的神秘7星连珠等天象奇观呢也接连出现了，似乎都指向了预言中的三灾七难的出现。那愈发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上洪灾、干旱、饥荒呢，也加剧了人们的担忧。最关键的是啊，在九子离火大运周期中呢，冲突与战争的风险呢将显著的增加。按照佛经的说法呢，末法末劫啊就要到来了。其实这些灾难呢，在全球范围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按照顺序发生的概率啊是很小的。在2022年以后的一波呢，是距今800年内啊最接近的一次了。而洪水、干旱呢，是人力无法避免的一种自然灾害嘛，而在全球范围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饥荒呢，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避免的嘛。所以呢，从2024年到2030年呢，从佛经上讲是很危险的7年。这不仅仅是已经发生的冲突可能扩大化的危险的年代，
更是我们必须警醒自己的时刻，一定要共同应对未知未来的关键时刻。那另一个未解之谜的预言家呢，也极为神准，也是在日本。它是一部预言了多个重大事情发生的漫画，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嘛。这部作品背后的创作者呢，名为龙树良的漫画家，他的灵感呢来源非凡，也是来自于他的梦境。他将那些梦境呢都一一记录下来化为了引人入胜的漫画。在1996年3月呢，一个梦境中龙树良就预见了2011年3月的一场大地震。虽然他没有清晰的看到地点，但是在梦境中他自己的脸上带着伤疤，使他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我看见的未来》中对那个具体的日期做了标记。令人震惊的是，在2011年的3月地震真的发生，人们就发现这一预言早已被记载在了一本漫画当中，而这本书呢，因此也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而作者龙树亮呢就被誉为了当时的天才。不仅如此呢，在2006年的梦中呢，龙树亮再次预见了那场灾难，并目睹到了它发生在了日本东北地区。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个关键的信息他就说在梦境的深渊里呢，预言者的视线是穿越了时空的，定格在了2025年的那一场灾难的预兆。而在1999年7月呢，他首次向世人就公布了自己预见的一个未来。在短短的4天后呢，一场噩梦般的影像呢，他说再次降临了。他就梦见了太平洋的波涛汹涌如沸腾的浓汤一样，海啸呢也气势汹汹的汹涌而上。或许呢，海底火山的怒吼，亦或是深藏不露的力量而引发了这场灾难呢？而时间流转至了2021年7月呢，梦境再次他说重演了，而这次呢是从高空俯瞰的一个角度是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突然裂开了，爆炸呢直接导致了海底巨大的裂缝以及岩浆的喷发。这一次的规模是空前的海浪来袭，其威力堪比311大地震时海浪高度3倍之多。整个亚洲呢，在波涛汹涌之中扭曲隆起，似乎变得紧密相连。醒来之后呢，他的心中就充满了恐惧。于是龙树亮还将他的葬礼呢定于某年的7月15日来举行。这是否就预示着2025年的7月会成为他与世界的一场诀别呢？那这个预言让人们不禁的就胆战心惊嘛。到底这是一场大自然的愤怒呢，还是人类隐藏的秘密武器导致的灾难呢？而无论如何呢，它都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嘛。而三木大云就曾经预言说20年至30年呢会有连绵不断的灾难发生。旧约呢也预示着2024年起呢将开启7年的大灾难时期，直至2030年结束。那冲突、饥荒或许正是此波浪潮中的领头羊。结合古今中外的各位预言者的言辞来看呢，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世界可能真的不那么安宁了。虽然预言呢尚未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真假，但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和启示嘛。欧啦啦，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